嘿，大家伙早嘞！5月26号星期五了，要周末了啊。那嗓音有些沙哑，昨天不是说嗓子疼吗？然后跑完就不疼了，但是自己对着镜子拿手电照，看到这个上呼吸道，就是能看见那儿，那挺红肿的。今天倒是不疼了，觉得不舒服嗓子，也不发烧，也不咳嗽。我倾向于没事儿，因为家属没事儿，家属到现在还一次都没得过呢。天赋异禀，是不是？今天聊点什么呢？今天我跑短点，这3天都轻松跑，这样的话调整一下。就算普通的这种上呼吸道感染，其实它也说明你的免疫能力有些下降，可能比较累吧。最近，今天就说说即将到来的夏训，因为今天穿了一条不一样的短裤，其实昨天的封面图就露出来了，就这个。我很少穿这种普通短裤的，但是这穿着还不错。说说夏训，说说喝水，各种装备选择，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条裤子啊。行，那咱一会儿换个视角聊一聊，我轻松跑一段就回去了。这条裤子穿了，算是今天都破100公里了。前几天休息日的时候，还让家属跟着拍了一段。哎，我最近发现了一个不错的跑步短裤啊，就是做那个之前做跑步腰包那个菲比特那品牌的，叫腰包裤。就是近些年很多厂商不是都把腰包跟短裤融合在一起吗？这个我穿了穿，感觉还行，大概穿了有将近100公里了，80多公里了。整体感觉呢，腰包裤比较透气，然后呢也比较干爽。因为这种裤子如果不透气，或者说不容易速干的话，你把手机放里头，其实也是不太行的，因为它会被那个汗水沤住。这款腰包裤比较适合夏天的这个训练，主要是因为它呢储物空间比较多，能带手机，能带钥匙，能带水。后边这个大的包可以放下一个大的水壶，然后它这兜呢也都是收口的，放个手机也比较安全，放水壶也比较紧固。我看好多小伙伴夏训的时候手里拿一水壶，或者背一个专门搁水的包。我也跟大家分享过，去年夏天我都是拿一个食品袋装点水，然后系一个死扣攥手里，然后喝完以后就扔了。但是那个后来我也发现有个问题啊，第一是说还是不够大。因为你拿那个就2口的量，2、3口，拿多了的话，其实食品袋跟水壶是一样的，手里也攥不下。然后另外呢，这边不能随便扔垃圾，也没有垃圾桶，所以那你喝完了就得在手里攥着。所以这个有腰包的这种裤子呢，就解决这问题，可以带一个小水壶，或者带那种软的水壶，都挺好的。我现在后腰的兜里装了一壶水。这夏训这个事儿吧，尤其是原来我在北京，现在在大阪，那年在新加坡，我就没有赶上过一个凉爽的城市。我其实是个身上就是上半身特别爱出汗的人，尤其是脑袋，所以你们看我老戴帽子，因为原来用那个导汗带，后来发现不太管用，而且会勒出一个很明显的痕迹。夏训补水对我来说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重要啊，但是呢还是必须得补。我不像有的人似的说得喝特多，但是如果跑16公里以上，我就得中间喝2口。你们看去年夏训的时候，我基本上都带水，但是挺影响心情的，不光带水，包括你看手里攥这个摄像机也是。但是现在这样的话就可以不用攥了。比方说，您看，哎，您看这指示牌，这周日大阪铁人3项，在那边那个河里游泳，这个角落可能是幻象区，我还不太知道，到时候来看。现在都已经贴上告示了。
夏天训练补水建议就是，如果您单次的训练是您的中距离或者是长距离的话，那至少是10公里到15公里要喝一次水，至少。你要说科学的话，可能4、5公里就得喝一次水。所以你们看，夏天有人背那个带水的书包，其实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也有，那包我现在还有，但是水袋是没有了。迪卡侬那种，专门就是有标了多少升的，里边放一水袋，出来一个管子，还特别有意思，就是从肩膀这儿伸出来，然后一回头一咬。那时候真的把跑步特别当个事儿，所以我特别能理解评论区好多小伙伴的各种问题。您相信我，跑一跑你就不当回事儿了。补什么水呢？基本上我就是白水。如果您有条件呢，可以是电解质饮料，或者是您要是有渠道能搞到那种很便宜的能量胶。比方说去年我弄了一批那种小包装的能量胶，其实说白了就是甜味的那种能量胶口感的东西，就拿你冲点水，也就这样了。否则的话，其实你的体液丧失是感觉不到的。像现在大阪这天气，昨天跟今天比较凉快。今天大家别看气温高，但是是那种就是阴天有风那种感觉。那几天热的时候，就是17、18度，但是太阳晒的时候，我从出门到回家大概1.5公斤。你们想我才多沉啊？我才57公斤。我就是身体耐受比较好，可是其实您喝不了1.5公斤的水，对吧？1.5公斤的水好多了，基本上多半天的饮水量了。你补个300、500毫升就可以。比赛中也是不建议大家猛喝，因为你渴呀，人们总说这个夏天训练变渴，越来越渴，是一个反应慢的过程，就是你感觉渴的时候已经缺水了。喝也一样，喝到最后就胀了，适量。至于装备上，今天就说说装备。我夏天比较困扰就是带东西。原来没有这种带兜的裤子，因为我大多数裤子都是竞速的或者比赛的，没往这方面想。但是开始拍视频以后，确实觉得不方便，尤其是赶上下雨的时候。相机拿手里就进水了，那下雨的时候我一般就是拿一个密封袋，把相机套上，拿手里。带水也是不方便，而且这种东西，尤其是裤子，或者是就是尤其是这种短的，它特别少的这种衣服啊，建议大家从短往长穿。我今年夏天和去年一直穿Oregon 那件其实快到膝盖了，不短的。最近穿另外一条 Nike 的半弹，挺短的那种。还有现在这个，那大腿有一截特别白，2段腿。所以我那天跟家属聊呢，我说得先穿几天短的，让它晒一晒。鞋也是，大家穿鞋。我不是那种属于脚容易出汗的那种基因，但是穿厚的鞋挺不舒服的。夏天其实长距离鞋要是特别闷的话，挺难受，容易磨泡。而且磨泡这事儿是这样，你磨了1次以后，就容易磨第2次。如果是2个脚趾之间的话，还容易长鸡眼。我都有经验，都有教训，不能叫经验。那夏天穿鞋，我觉得薄厚是次要的，主要是得透气，就是得有孔洞。像这2年就这条裤子啊，这2年这种裤子越来越多。我记得原来都是腰包，我最早也带腰包，迪卡侬那种，就普通腰包的造型。后来就有那种1圈的。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很瘦了，我带不住。那时候也是
有比赛送，有人送，带上2步就掉了，跟转呼啦圈似的。后来去年有一条压缩裤，有一圈的兜，哎，发现这种不错。后来前几天不是去波士顿比赛吗？那起点没法带手机去，那尴尬。后来看好多老外穿那种看着很专业的竞速的压缩裤，也有兜，我觉得挺不错的。这品牌这个裤子，那个菲比特这品牌，对，最早那一圈的那个腰包好像也是他们家的，做了好些年了。也有压缩裤带兜的。其实我觉得像厂商可以考虑啊，压缩裤带的兜啊，不一定横着一圈，可以竖着它大腿两侧，应该是不会上下震的，因为毕竟它是压缩裤嘛。这次我看好多老外这样。这样的话，如果您没有带臂套的习惯，就不需要把能量胶塞臂套里。不过我依然不建议比赛带水啊，比赛有补给。我看好多比赛小伙伴也背水，我可能没有理解到人家的点。您这边已经开始施工封起来了，还是这儿，大阪马拉松也是这儿。我还没看这个铁人3项是什么距离，是奥运距离还是铁人距离呢？我估计可能是奥运距离吧。铁人距离很少有城市内的，封一整天，早晨9点多到下午4点多。然后昨天报名了今年的东京半程马拉松，在等抽签，6月23号出结果。那报名的时候第一行他写了必须得带手机，他们这儿也是挺轴的。今年东京马拉松的时候，把手机给搁羽绒服的拉锁兜里给存了，就进去以后。其实我是很希望能，比方说起跑之前拍一段，跑完之后马上拍。那过程中家属给我摄像机，可以满足后者，前者不行。我觉得咱们这个频道对我来说更关键，因为积攒了这么多有意思的小伙伴们。我也很想努力把这频道弄好。像去年夏天都是双机位，今年只有这一部，和等着它出下一代。今年会多穿带兜的装备，包括前段时间你们看那个360度那个也是。因为我觉得在东京马拉松之前那天，那个晨跑遇到的澳大利亚那位老哥说的特别对，就是成绩总有好坏，但是经历过去了就过去了，如果你不留下点什么记录，它就是过去了。你们状态还行啊，4分40多的配速，140的心率，而且苹果的这个手表，你要是每天睡觉都戴，它有一个体温趋势。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，闲聊2句，主要跟大家介绍这个裤子，我觉得还行，而且这种不是贴身的裤子穿着，可能那时候我刚开始穿跑步的时候胖，那时候穿这种裤子可不习惯了，现在还行，速干透气也还行。像这个气温它不会湿，如果这种带兜的裤子特别不速干的话也不行，那东西在兜里就沤了，对吧？原来我用那个迪卡侬的腰包的时候，就是那手机不直接放腰包里，套一食品袋再放，总怕汗给它沤了。我就这么折返一圈就回了，10公里多一点点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哎，5月26号星期五清晨6点半，晨跑结束啊！哎，嗓音还是有变化，是不是？10公里49分47，平均配速4分58，心率137，步频198，功率203。倒是训练状态就是觉得不是太兴奋，身体状态应该还可以。看看今天的情况，然后再实时的调整。
不过就算今天没事儿，明天跟后天的训练也会改成晨跑，就是轻松跑吧，因为不太想影响下个月我开始计划的夏训。夏训对我来说，今年的夏训还是很关键的，基本上再拼个1-2年差不多了，是吧？这个还行。那今天这气温，脸上微微有一层汗，然后还是干的。你看这晒的很明显，原来那条裤子到这儿，最近我穿的那条压缩裤、半长裤到这儿，晒一晒吧，是不是？所以夏天所谓的防晒，其实防不了晒，就是你抹什么呀，怎么着啊，都不如不晒能防晒。只要晒就会变黑的，但是没关系啊，这个不管男女，我觉得，肤色健康是健康的第一印象，然后才是有一些小棱角的肌肉，特别的好。行，那今天跟大家聊聊夏训，聊聊这裤子。如果大家有兴趣，评论区的置顶或者是描述区吧，会有这个一个优惠链接，到时候大家可以看看。行，那这么着，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也祝我这个没有事儿，是不是？行，那咱们加油干，明儿见。